这周的 AI 新闻和工具更新真的炸裂 ，YouTube 要封杀 AI 影片了，真的假的？在 Perplexity 上居然可以及时看加密货币报价。还有现在你的声音也能变成音效来用了，更猛的是有个 AI 模型居然帮助治疗了不孕不育，甚至还有 AI 设计的药物要准备进行人体试验了。如果你跟我一样超爱追 AI 工具模型应用的最新进展，那这个频道你一定要订阅起来。好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马上开始。最近网络上炸锅了，有传闻说 YouTube 接下来要全面取消 AI 内容的盈利资格，那我们这些靠 AI 剪影片做反应的频道难道就要完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对人工智慧垃圾内容的担忧 ，YouTube 呢准备打击批量生产和重复的视频。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有很多创作者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技术，就比如文字转影片、图片转影片这类工具，来生成了低品质的媒体内容，然后再叠加上 AI 配音，这样的 AI 垃圾太多啦。比如某个 AI 音乐频道订阅者竟然都有几百万 ，AI 制作假新闻事件影片也有数百万的观看次数，甚至完全由人工智慧产生的犯罪谋杀系列影片，在网络上竟然也走红了。还有更狂的，诈骗者用 AI 生成了 YouTube 执行长的肖像和语音，做成了钓鱼影片，诱导使用者下载恶意的程式，或者是让他们点击诈骗链接。虽然这些影片走红的后续呢是被要求删除居多，但不少创作者还是很担心，平台计划里提到对不真实内容的限制，是不是表示 AI 生成的内容就会被取消获利呢？先别着急 ，YouTube 帮助文件里有一个页面解释说，这次呢是个小更新，创作者一直是被要求上传原创和真实的内容，这条规定呢是一直都有的。这次 YPP 政策的小更新也只是让他们更好的去识别我们发布的内容是不是批量生产的，或者是不是重复的。这些他们认为是不真实的垃圾的内容就会被取消获利。所以这里的不真实并不是说 AI 生成的那种不真实啦。YouTube 的创作者代表也马上出来灭火澄清，先一起看看他是怎么说的。If you're seeing posts about a July 2025 update to the YouTube Partner Program monetization policies, and you're concerned it'll affect your reaction or clips or other type of channel, well, I'm Rene Ritchie. I'm a creator who works inside YouTube, and here's the deal. This is a minor update to YouTube's long-standing YPP policies to help better identify when content is mass-produced or repetitive. This type of content has already been ineligible for monetization for years, and is content viewers often consider spam. That's it. That's all. 他的意思是，这次只是针对识别大量生产的重复内容的政策小更新，像是盗影片、重复拼贴，然后机器人大量洗影片的那种 ，YouTube 就更能识别出来，这些就会被取消盈利。AI 本身不是打击对象啦。Adobe 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声音变音效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你对着麦克风发出任何声音，它就能帮你自动变成相对应的音效。先来看片，再带大家实测。Moo, moo.
超赞！比如你装成一只狮子，肉的扮演叫一下，它就能帮你生出一整段拟真的狮吼，或者你直接上传视频，它可以依据视频里面的画面，给你生成几个版本的音效，让你来选，一起来实测一下。打开网站首页，往下拉，找到这个文字生成语音效果，点开，左边需要填写2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描述你想要生成的音效，但是需要用英文来描述，比如狮子的吼叫，那就填 lion growling。然后你可以输入一个语音表现，比如你有一个狮子吼叫的音频，那你就可以上传过来，让系统参考生成新的狮子吼叫声音。也可以直接用麦克风，用你自己的声音来表演你想要的狮子吼叫的声音。那我就用我的声音来录制一个。好了，我已经尽力了，你可以点开播放一下，不满意的话呢，就重新录制语音好了，然后就直接点击生成，它帮我生成了4个音效，我们来试听一下。AI 把我可怜兮兮的叫声修成了一段超气派的狮吼，差点就怀疑我是不是迪士尼狮子王的配音员了。再比如你用像 Hello AI 这类的文字转影片工具，结果生成的影片本身没有声音，那你就导入过来，让 Firefly 帮你的沉默影片加点戏剧的效果。这个影片我想生成什么样的声音呢？第一个呢，就是女生在沙漠上面奔跑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飞机的声音。在左边提示词描述一下我要生成的音效，点生成。 OK， 来听听在沙漠中奔跑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选好你想要的音效呢，点一下，它就会来到底下的时间轴这里了，然后你就可以对齐影片。前面它的脚步声是匹配的，但是越到后面呢，这个声音它就比较快了。如果你想要更加匹配上你的影片的话，可以用我刚刚的方法，就是通过录制语音的方式，用你自己的声音按照影片的节奏来演出跑步的声音。 OK， 再来生成头顶上飞机的声音，改一下提示词，点击生成，可以看到每个音频的音轨。像这个的话呢，它可能是飞机飞远了，没有声音了，像这个就感觉飞机就在我的身边。同样点击一下，它就去到我的音轨轴上了。不过它不太支援多段混音，一个提示产出一种音效，没有办法一次做一整段场景音，要一段一段的慢慢叠。对于赶影片的编辑来说，这就有点麻烦了。但我觉得这个功能最大的价值其实是给你的素材自由度，你不需要去素材网站上慢慢的去找音效，也不用烦恼授权的问题，自己一吼 AI 帮你搞定了。况且音效库还不一定有像拉链声、机器人走路声，或者是你朋友打呼的声音，对不对？我认真觉得这就是未来音效师会失业的节奏了。接下来这则新闻保证比8点档还感人，一对夫妻努力了18年都怀不上，结果竟然靠 AI 技术成功怀孕了。男方的问题是数量不足，你懂的，而且夫妻俩还经历了几轮体外受精，结果医生利用了 AI 驱动的 STAR 技术，帮他从低数量中找出几个隐藏版精兵，成功完成结合。这个能够真正帮助治疗不孕不育的 AI 模型
真的是我看过最感人的 AI 应用之一。AI 不只是帮你做 PPT， 它真的可以帮你创造新生命，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有一则消息也超震撼 ，Google 低买分拆出来的人工智慧制药公司 Insomniac Labs 第一批 AI 设计的药物居然已经准备开始人体试验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前需要好几年甚至10几年才能开发出来的新药，现在 AI 有可能几个月就搞定。虽然会有人怕说 AI 开发的药会不会不安全，但人类研发的药也不是100%嘛。微软就在月初发布了一份这样的报告，里面说他们的人工智慧诊断协调仪在诊断复杂问题方面的准确率大概是人类医生的4倍。这家2021年成立的 AI 药物研发公司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最终要利用人工智慧解决所有疾病，超伟大，对不对？但并不是说他们要针对每一个特定适应症或者特定的靶点来开发疗法或者药物，而是用 AI 创建一个真正通用的药物设计引擎。这些 AI 在医疗、生命科学甚至生殖领域的应用，真的会让人有种AI 真的是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感觉，不是只是搞什么猫猫狗狗的短影音。Perplexity 最近动作很大，它竟然和 Coinbase 合作，现在在 Perplexity 上查资料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即时的加密货币报价了。我点进左边的金融分类，然后点一下这里的交易货币，马上就可以看到来自 Coinbase 的交易数据，是不是很像什么 AI 版股市老师傅降临了？虽然这个功能有点冷门，但也可以预测一下未来。AI 搜寻工具直接变成了金融顾问，当然现在还只是个开始。有一间叫 Sakana AI 的公司最近公开了一个很酷的模型，名字也很有故事感 Tree of Thoughts 树的思考。简单来说，他们想做的不是一个超强的单一 AI 模型，而是让多个大语言模型协作完成一项任务。一群 AI 模型像复仇者联盟一样，集体思考，共同解题。比如一个模型可能擅长编程，而另一个模型擅长创意写作，等等等等。他们在一起结合各自的优势来解决任何一个单一模型都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绩效呢能比单一的 LLM 要高出30%。你可以想象一下 ，4O Mini、Gemini 2.5 Pro、DeepSeek R1 全部叫出来一起开会，然后做出一个比单一模型还厉害的答案。这个技术现在还是开源的哦，在 GitHub 上就可以找得到。坦白讲，我觉得这才是 AI 的未来，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每次在用 AI 的时候，都要在那边先想想，我该用 GPT-4 还是 Gemini、Claude 好呢？还是 O4 Mini？ 根本就是像在玩抽卡。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你问一个问题，系统自动交出最适合的 AI 模型，甚至是多个模型合作给你最强答案，用户根本不用选，也不该需要懂这么多技术细节，因为大家只是想解决问题，不是来考察 AI 模型的。影片的最后，我会分享一则近期最值得推荐的 AI 故事影片。这支影片的创作者跟 Runway Studios 合作，用 AI 重现他妈妈的故事，超级感人，整个画面逼真到像电影一样。最特别的是，这些回忆当初并没有影像记录，却透过 AI 被重新重现出来，让一段本来可能被遗忘的记忆重新被看见了。说真的，就像是帮回忆装上了摄影机， AI 真的是越来越像时光机了。未来我也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AI 领域的新模型、新工具，还有各种好用的资源。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后续更新。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拜拜。Life takes unexpected turns that alters your course forever. I'd never thought I'd end up in New York, across the world from my home.
I was born in Alexandria, Egypt. The youngest of 4 children. In what you might call an educated middle-class family. كم مرة رأيت القمر كاملاً؟ Like many young women in Alexandria, I married early. حين رأيتك I was just 18 and still working toward my bachelor's degree in sociology. أنت موطني. Life takes unexpected turns that alters your course forever. I had to start from scratch and build a new life for myself. It took a lot of years and struggle to build that familiar feeling of home. أنت نور عيوني. جرت السنين كما تجري الأنهار. My work actually gave me so much to learn from. And to mee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Just like me, starting a new life. وابتسامتك أذابت كل الظلام. نحن ننتمي إلى بعضنا. إلى الأبد. I look at my life after I settled here, and it's as if I am only a drop in an ocean of stories. But my story isn't just about displacement and conflict. It's also about hope. The quiet dignity that comes with starting over. ألف مرة أبدأ معك.